是我们知道两岸之间已经开始在走进深水区，那我们要不要去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把它走向和平？那如果说你按照一中各表这个逻辑，那不可能走向政治和平。所以在台美中关系上来讲，台湾现在目前应该要突破就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那当然，那我们看到之前的9·2共识，现在一般的年轻人可能对于9·2共识其实也不了解，因为也没参与，也不清楚。那么很多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被教育成为天然独，所以他也不认为需要9·2共识。老师是不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帮我们解释一下9·2共识的这个前因后果，还以及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好，其实今天您刚刚讲是年轻人不了解，其实我真的很坦率来讲，连国民党，连马英九先生，包括朱立伦先生，包括江启臣先生，包括现在的很多国民党天王，他们对9·2共识认识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我今天讲就是错误的，你会觉得很诧异？我很诧异啊。对啊。好，那我们看另外一张9·2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各位啊，我们知道9·2共识这个东西啊，大家听这个名词叫做9·2共识。其实9·2共识严格来讲，它应该叫做92年的 understanding，92年的相互理解。这个理解里面呢，有共识也没有共识的。好，那这为什么呢？就是在1987年我们开放大陆探亲以后啊，两岸出现了非常多的事务性的问题。比如说大陆老兵到台湾来，他重复的又娶了一个老婆啊，那他将来遗产怎么办？或者我们台湾寄到大陆的信，或大陆到台湾来的贸易，我们怎么办？好，在这个情况下，两岸是要坐下来谈。但是坐下来谈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有。我们因为为什么从1949年到1990年打了40年仗嘛？如果大家没有一点共识，怎么来谈嘛？对。好，那这个时候台湾正好在1991年我们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那大陆呢基本上也愿意两岸坐下来谈。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两岸就透过一些书信的往来。书信的往来，大家有了一点共识。严格来讲，没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哦。那我们在台北的海基会写给大陆海协会的里面就讲几个原则说，我们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呢是谋求国家统一。在我们的文书里面跟他讲，这很清楚。1991年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嘛。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那北京的回信就说，那我们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也谋求国家统一。好，那台北方面在要求说啊，这个是有共识了，对不对？那台北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各说各话？你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可以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好，这是我们讲一中各表嘛。那北京怎么回应呢？北京没有接受哦。北京说，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事务性的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谈。既然是事务性的问题，只要有一个中国原则就好。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个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北京的主张呢是所谓的一中不表。好，所以现在从苏起当时为什么创造9·2共识这个名词呢？苏起是在2000年的时候4月，因为5月的时候就要换陈水扁上台了嘛。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内容又有一中，又有中国，对不对？又有统一，对不对？对。他想民进党政府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就笼统的用一个名词，他创造一个名词叫做9·2共识。就谈9·2共识以后，就不要再谈一个中国，不要再谈统一，不要再谈一中各表，也不要谈一中各表，反正都夯不啷全部都在一起。可是民进党还是不接受啊。是。好，可到了2008年以后，马英九上来以后，马英九就把9·2共识等同于一中各表了。各位，我们看这个表里面，一中各表只是里面的1/6，对不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谋求国家统一，一中各表跟一中不表，所以一中各表只是9·2共识的1/6。好，而且北京没有接受。好，所以说你说9·2共识一中各表，那这个东西谈不下去了嘛。而且9·2共识9·2共识这些东西，它只在什么促成事务性的交流，政治性的敌对还仍然存在哦。所以你看，即使我们有了9·2共识，那两岸之间是不是还是政治敌对的？那你看看，如果9·2共识的内容有这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谋求国家统一，那你知道民进党当然不可能接受嘛。所以民进党一直坚决反对9·2共识嘛。是。可是北京认为说，那9·2共识就是两岸发展的政治基础啊。你没有9·2共识，两岸就没办法交流了。那国民党又说，国民党现在的党中央或者国民党包括马英九，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那你就是一中各表，那就是只有最多的是事务性交流。那政治敌意还是存在嘛？
所以换句话说，国民党所主张的维持现状，或者民进党现在这种维持现状，维持什么现状？就是维持两岸的敌对现状，对不对？变成两岸的敌对现状，因为到今天这一刻为止，两岸之间还是敌对的嘛。那维持现状敌对的状态，可是我们知道两岸之间已经开始在走进深水区，那我们要不要去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把它走向和平？那如果说你按照一中各表这个逻辑，那不可能走向政治和平了。那江启臣说，一中是以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各位，这个所有的内容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谈到九二共识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没有这个字嘛。所以你讲这个话是你对于九二共识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嘛？好，那你说这是我对于未来的九二共识的一个期待。那好，那北京会不会讲说，那你讲说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我可不可以想说，请你坚持一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宪法的基础九二共识？那这样子是不是就谈不下去？那谈不下去了，讲它就变成敌对。那谁要敌对？民进党希望敌对啊，因为民进党现在把九二共识一卡掉以后，不止政治关系敌对了，事务性也断掉了，它完全就没有了。那国民党呢？也许你维持九二关系这条线，就是这条线看起来很细，就这样。美国跟中国内陆那条线其实是很粗，然后呢，台湾关系法那条线相当的来讲比较稍微细一点。可是九二共识这条线是三边关系里面最细的，即使是最细的，民进党还要把它打破掉。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批评说，现在的党中央、国民党中央，他在思考两岸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跟民进党他的差距不大。那两岸如果是一个敌对状态的时候，请问国民党，那你怎么去操作？所以民进党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敌对的嘛，已经断掉了嘛，所以我要透过反渗透法，我要透过国安无法，我要希望跟大陆保持距离。那台湾的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的确看到大陆的飞机天天在绕台啊，我们也不高兴啊。可是因为两岸是敌对的，你又看大陆又看你跟美国走这么近，所以他飞机一定要绕台吓你啊。那他一吓你的时候，又杯葛你的时候，那民进党就说：“你看看，那我们就更需要靠美国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一个是民进党他就继续骗老百姓，可是国民党也陷入问题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呢？对，所以如果国民党不坚持九二共识这条线的话，基本上他就跟民进党没有什么差异了。对，那你坚持九二共识，但是你也不能误导九二共识。就是说，你除了坚持九二共识，你应该我刚刚讲，你就把牌子拿起来看看，你应该去解决什么？把这个没有共识的地方变成共识，对不对？比如说一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开始来思考啊。那两岸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那即使九二共识签署以后，大家还是一个敌对关系啊。那北京当然希望说，将来一国两制，大家是变一个父子关系，一个中央一个地方，这我们也不能接受。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定义成九二共识的再深化的话，把这个没有共识的地方谈好，就是两岸是一个兄弟关系，好，就是一中呢的内涵，我们是不是要共同表述？那这一方面我们今天不讲。就说你如果国民党不能够做到再深化九二共识的话，你停留九二共识，就说这是1992年的东西，这个现在来讲已经不够用了，不够用了。特别是在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对抗的过程中的时候，你现在还只扒着这个九二共识也不够了。那再加上民进党又要把九二共识给它毁掉，那国民党台湾就陷入一种困境了。所以很多支持民进党年轻人也很讨厌你国民党。他觉得说你这样子搞就是还是敌对嘛，你说一中各表，北京根本就不接受，事实上北京不接受啊，那你怎么办？所以国民党应该的责任在于说，我们可以北京坐下来谈，我们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两岸政治僵局，把那条线再加粗一点，就是说我们既可以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跟中国大陆也保持好的关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台湾就两个筹码可以用嘛？对，那你现在来讲只有这条线，你没有这条线，大陆也希望啊，大陆也希望说跟台湾这条线也存在的话，跟美国线也存在的话，他也可以去对抗美国也更好，不然大陆现在也只有一条线了。大陆现在对台湾也是几乎是没有招了嘛。跟你民进党讲，你不愿意跟他接受，你国民党呢对九二共识，你基本上也非常的模糊，所以北京的高层他也没有招了，他剩下来什么？那我就飞机绕台嘛，然后呢，老百姓开始大家互相叫骂。那台湾我们处在这一种两个敌对的，一个大陆跟我们非常敌意的，而美国要利用我们的，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变成说我们整个东西整个就混乱掉了。所以关键在于说，
你台湾在我们台湾在这地方，一定要把跟大陆的这条线9个共识线，把它更巩固一点，甚至加得更粗一点。我所谓的加粗一点，并不是说你要投降嘛，不会这样子，而是你把两岸关系变得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巩固。那这个情况，你跟美国在发展关系，你才不会被美国玩嘛。所以整个逻辑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对。那如果说民进党他没有办法用政府的他的态度或他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不是在野党国民党他更应该把这条线给弄得更？你讲的完全正确，淑芬，你讲的完全正确，就是说国民党其实两岸关系是你的一个强项。对，就是当民进党来讲，他现在把9个共识已经破，而且你知道他已经回不了头了。可是光这个9个共识这个东西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事务性交流的，它没有办法去解决两岸政治敌对关系。只要两岸政治敌对关系，民进党的论述就有可以操作，因为民进党就希望你国民党这个样子，就希望你国民党不要去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然后让两岸变成敌对，让民进党就可以操纵这个敌对，说我们应该靠美国更近一点，而且我们应该走台独。所以国民党的当务之急就是说，我要拍胸脯跟台湾老百姓讲，我国民党能够解决两岸政治难题，我要跟大陆对话，然后我要签一个和平备忘录回来，就像我主张的，完了以后经过所有党员公投嘛，将来我们跟大陆签了和平协议以后，签回来以后交给台湾老百姓全部公投嘛，因为这个问题是任何政党你不可以回避的，你听懂了？不可以回避的。而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让台湾老百姓可以接受，大陆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进入第2个程序的问题，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为台湾找到更大的利益？那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就是整个一刀切了。那国民党呢就说我要维持现状，那维持敌对现状，那怎么办？那民进党想的办法就是说，反正台独走不通，那我现在走独台。你要知道，民进党现在走法是走独台，就是说我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我的领土只有在台风金马，我跟你大陆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大陆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我现在不叫台湾共和国了，我叫中华民国台湾了。可是，在大陆来看的话，不管你叫台湾共和国，不管你叫中华民国，不管你叫中华民国台湾，只要是两岸的核心问题没解决，他都认为说你有可能会走向分离主义。那这个情况下，两岸就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才讲说，其实淑芬不只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不知道，连国民党的高层，他们对于9个共识认识，我必须要讲，可能都有些谬误的，可能都有些错误的。对，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这反而是一张很好的牌，应该要好好的把握住。对，我知道老师接下来也是希望能够参选国民党党主席。或许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老师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更详细的去来描述跟来论述哈。那其实我们来看到美中台就是3边的关系哦，其实从这个美中台3边的关系，我们回到这张图来看。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民进党这次利用的疫苗的事件来影响这个美中台3边的关系。一方面，他阻挡的郭台铭阻挡了台积电他们要去购买这个 BNT 疫苗的这个事情，而且他表明了，就是疫苗送过来时候必须要有3个坚持，一个就是要原厂制造、原厂标签跟直送台湾，而其中的标签的部分，甚至他就是很坚持上头不能出现上海复兴的复必泰这3个字，所以呢，造成原厂在要运送的时候，它的标签、它的制造变成它要重新花一点时间，重新的包装，然后再送台湾，这延迟了疫苗到台湾的时间。好，所以老师怎么看待？民进党政府一方面呢，还跟美国要疫苗，虽然要的不多，虽然美国捐赠的不多，那另外呢，一方面呢，又阻挡台湾的民间团体去买疫苗。老师怎么看这一场的疫苗政治学？它里面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一场疫苗的政治学背后，当然我们对一个国际关系有了解，就是其实我们很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说，在美国的这个心目中，中国大陆当然比台湾更重要，而台湾只是他对抗中国大陆的一张棋子而已。所以，包括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说，我们不会支持台独的。可是，民进党他的想法不一样。民进党的想法有2种想法，一种想法我就刚刚讲，反正这条路走不通了，那我就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去尽量去赚钱，尽量去发财，捞多少捞多少，能骗多久骗多久。可是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想法就说，我们等待机会。假如有一天美国跟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战争，那我们台湾就有机会独立了。或者有一天，就像李登辉那时候，中国大陆变成了分裂了，所谓的7块论，那我们台湾就有独立的时间了。所以他们这种台独呢，叫做稳健台独，
或者叫做文化台独，或者叫做柔性台独。也就是说，我现在呢不跟你主张法理台独，但是我在文化上，比如说我去中国化，我在认同上，我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慢慢的教育，让台湾的老百姓在认同上跟大陆越来越远。我在等一个机会，在等着大陆的分裂，或等着大陆美中的开战，我就宣布可以独立了。那在这个等待过程中的时候，我现在很重要一点，他这开那个就跟那个所谓的赚钱派啊、谋财派开始混在一起，说我这段时间有一定要做的，我要让台湾老百姓要讨厌大陆，对，仇恨大陆，因为只有我越来越仇恨他，我这边才能够更巩固我的向心力嘛。那巩固我的向心力，第一个我可以骗到选票，第二个我在取材方面我才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所以你要知道，这是疫苗的事情，这个背后的疫苗政治学。第一个，对于民进党政府的逻辑来讲，任何要经过中国大陆所取得的疫苗，基本上要避免。第二个呢，大陆的疫苗或大陆的善心人士要捐款，这绝对要拒绝。好，恰恰好，张亚中捐的都符合这两个条件。对，好，那好。第二个台湾老百姓说，大陆疫苗都不要。虽然很多人认为说，台湾的民调大概有48%的人认为说我可以接受大陆的疫苗，这是《远见》杂志的报道。可是民进党就认为说大陆疫苗不好，这个东西没办法形成台湾的社会的氛围，因为包括像郭台铭捐的也说捐德国的 BNT， 可是现在就卡在必须要经过上海的复兴啊，没错，对上海的复兴啊。那民进党其实想尽各种办法，就希望说你们直接到原厂去采购，好，那可是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不行嘛？不行，因为它还是要回到商业的机制，还是要回到上海复兴。当时你现在知道，其实原厂采购当时开的价钱多少？45块美金啊。对。现在郭台铭买的是多少？是32块美金。对。32块美金是药剂是30块钱，2块5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是冷链的费用，还有包括那个公司这个玉立公司的费用，就32.5。那基本上当时民党跟他谈的是45块钱，45块钱还包括什么？是在德国的取货，那你机场还要飞过来啊，还要华航去接机，那价变成55块。对，那这个东西3000万剂，当时那个 BNT 3000万剂的话，你算算看，1亿5千1亿，多少钱？那个美金是超出天文数字啊。那这个东西是多少人的利益在里面啊？所以说后来。郭台铭跟台积电他们用的32块美金去买到的时候，陈时中简直快要傻眼了。他说，以他那个时候的眼光是看不到现在的价钱，但事实上应该是看得到，他只是因为中间有很多的价差，他们必须要去分配他们的利益。